楚风这一招下，天剑圣宫这一脉几乎无人生还。之所以是几乎，是因为天剑圣宫公主的残魂还在。可此时的他却目瞪口呆，如打了霜的茄子，彻底蔫了。当亲眼看到天剑残花那些他天剑圣宫的未来被楚风斩碎肉身与灵魂后，他连话都说不出来，只剩极度的悲伤与绝望。他没有再看楚风，而是默默地低下了头。我对不起先祖。此话说出，似是彻底没了心气，那残魂也是化作气焰散去。与此同时，世界之外的浩瀚人群陷入沉寂，受到震撼也好，受到惊吓也罢，所有人都是神色复杂，如同一片石化的雕像般愣在原地，只是目光却死死地盯着那雷火世界。随着雷霆之力消散，覆盖雷火世界的雷霆与火焰再度浮现，遮盖住了众人视线。可人们知道，刚刚发生的一切是真的。楚风展现出了通天威能，轻易地抹杀了那些如同神灵一般的巨大虚影。恐惧，无论之前对楚风是何种态度的人，现在第一反应皆是恐惧，也包括介天的父亲介慕白。介慕白隐藏在不远处的星空之中，他自然也见到了刚刚发生的一幕。因为更近的距离，加上自身修为强大，他比其他人看得更加清楚，也更受震撼。明明已是强大的天龙界灵师，可刚刚的观看就如同凡人见到了神明的交手，见识到了另外一个层次的力量。楚风这个小畜生竟逆天到了这种程度。介慕白目光复杂，相比于其他人，他同样恐惧，但心中却也有着一抹庆幸。先前多次想对楚风出手，楚风皆能安然，他一直觉得是楚风有贵人相助，才躲过一劫。可现在他才知道，原来最可怕的不是楚风那些朋友，最可怕的是楚风自身。刚刚展现出的威势，别说是他了，他想不到他所认识的人中，谁能够与那样的楚风抗衡。血脉暴走，施展到这种程度，楚风你也是必死无疑了吧？既然如此，那他身上的那些宝物可不能便宜了其他人。可恐惧之际，介慕白却想到了其他可能。血脉暴走，他听闻过，甚至有幸见过，那是他7届圣府暗中围杀一位天才，被逼到绝境的天才突然血脉暴走，虽不是天雷血脉，但展现出的威势同样的惊人，只是若与楚风这个比，却又不值一提。但哪怕只是展现出那等威势的血脉暴走，那天才却也因无法承受，被血脉吞噬灵魂，就此而亡。就此推断，他才觉得楚风必死无疑。将死之人自然也就不足为惧，反倒是楚风身上的那些宝物让介慕白起了贪心。于是介慕白以手段隐藏自己，壮着胆子进入了那雷火世界之中。进入之后，便通过观察手段自远处锁定到了楚风的方位。可这一看，他却顿时脸色巨变。虽然那恐怖的雷霆已经消散，说明血脉暴走到此为止，可楚风竟安然无恙地站在原地，正在收集天剑圣宫众人的本源以及特殊的力量。怎么会没事呢？那等程度的血脉暴走竟然安然无恙，这小畜生到底是什么怪物？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是宝物吧？一定是世脉之本源，还是什么？是什么护住了他？这小畜生的秘密还真多啊！介慕白内心在受震撼，但却也在分析着眼下的情况。楚风，你怎么样？你倒是说啊！与此同时，蛋蛋也在不停地询问着楚风的状况，很是焦急。楚风雷霆散去后，便开始收拾残局，但对于蛋蛋的话，却是没有回应。实际上是因为楚风不确定自己的身体到底会怎样，他也是想第一时间先将天剑圣宫那些人身上的本源以及灵神一族的力量收集了起来。当然，主要是他们从灵神一族身上掠夺走的力量，只有那力量才能真正的护住灵神一族的命。而眼见着自己的状态竟真的没有大碍，楚风这才回应蛋蛋：蛋蛋，我没事。楚风一边说话，一边捏动法诀布阵，因为灵神一族的力量已经与天剑圣宫之人的血脉相融。在楚风看来，那等血脉与灵神一族的力量相比，就如同杂质。楚风必须用手段清除这些杂质，否则融入灵神一族体内，反而会害了灵神一族。真的没事？刚刚的是血脉暴走吧？那等程度的血脉暴走真的会没事吗？蛋蛋问。确实是血脉暴走，但真的没事，因为我有血脉魂魁。楚风道。随后经过楚风的讲述，蛋蛋也是得知了一切，但大体上与蛋蛋猜想的差不多。
血脉魂魁不仅能够滋养楚风的血脉，其真正的作用是可以成为楚风的替代品，可以代替楚风承受反噬。在楚风得到那神秘铁片之后，他便开始修炼神秘铁片上，修炼施展血脉暴走的方法。但血脉暴走固然强大，副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真正可怕的点不是反噬主人，而是被血脉吞噬，从此丧失理智，成为一个只知杀戮的血脉恶魔，直至灵魂肉身皆被血脉耗尽而死去。且血脉暴走从次数越多，这种风险越大。而这神秘铁片便是叫人来掌控血脉暴走，避免被血脉吞噬。可这种力量是不会消失的，避免被血脉吞噬的方法其实就是让将吞噬转化为反噬。但所谓反噬，就是更加实质性的伤害了，比服用禁药的反噬可要强得多。若是扛不住这种伤害，就算保持理智也没用，结果也是死。可当楚风掌握了血脉魂魁，得知血脉魂魁的作用，楚风便知道这血脉魂魁简直就是为他准备的。因为血脉魂魁可以完美的与自身血脉相融，就是自身的一部分，任何反噬都无法辨别。只要楚风想，反噬之力就是可以先落在血脉魂魁的身上，只要血脉魂魁的承受力足够强，那自己本体便不受伤害。所以楚风之前才那么希望迫切的想打造出血脉魂魁，只要打造了血脉魂魁，便不惧血脉暴走的反噬。其实不仅仅是血脉暴走，其他反噬也可以抵挡，但血脉暴走的力量所展现的最强，自然也是性价比最高的。而当血脉傀儡打造完成后，楚风剩下的便是真正的掌握血脉暴走。因此自打造了血脉魂魁之后，楚风只要一有时间修炼，不是吸收天地能量，而是去钻研神秘铁片。毕竟在遇到了神族，见识了远古种族崛起之后，楚风很清楚，除非他踏入天神境，否则他增进1-2品修为根本没有太大意义。但若是掌握血脉暴走，便可以在关键之际力挽狂澜。而终于在再次来到这太古坟冢之前，楚风掌握了血脉暴走。这也是为何来到太古坟冢，楚风一次次面对危急情况却又根本不惧的原因。因为有血脉暴走这个底牌，如剑木白这种对手，楚风完全不放在眼里。只是这个手段他轻易不会用，这个手段是楚风准备对付借天染的。但当天剑圣宫剥夺了灵神一族的血脉力量，当灵神一族生命受到威胁，楚风便不得不出手，并且必须自己出手。因为楚风无法做到自己有底牌不用，反而是让蛋蛋去承担风险。这也是为何楚风对天剑圣宫公主说他们不配的原因。在楚风看来，他们确实不配自己使用血脉暴走，可在那种情况下，楚风却不得不使用血脉暴走。他必须杀掉血脉圣宫所有人，夺回属于灵神一族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救灵神一族。那血脉魂魁还能用吗？蛋蛋问。已经彻底碎裂，被反噬之力生生炼化了，用不了了。楚风道。可闻言，蛋蛋却小脸变化。那血脉魂魁没了，反噬之力不就攻击你了？我刚才也担心，那反噬之力在将血脉魂魁吞噬光后，会不会来反噬我？所以我才想在我被反噬之前，将灵神一族的力量全部收回来，才没有第一时间回应你。但好在血脉魂魁几乎吸收了全部反噬，虽然当血脉魂魁被反噬之力彻底炼化后，也确实有一些反噬之力落在了我的身上，但却是我完全能够承受的。楚风说的是实话，现在他的脸色比之先前确实苍白了一些，气息也微弱了一些，但也只是仅此而已。妈的，这天剑圣宫真是该死！可忽然楚风怒骂一声。怎么了？无法将他们的血脉从灵神一族的血脉力量中清除掉吗？蛋蛋问。不是，他们的血脉倒是简单，是他们的本源。本来想着这么多天神的本源能够让你饱餐一顿，但我发现他们的本源之中竟融了毒素，根本无法炼化。应该是他们出生之后便注入本源的手段。楚风说道。这么阴，让本女王看看。蛋蛋道。闻言，楚风直接将刚刚收集的本源转入到了界灵空间之内。看着那磅礴的本源，蛋蛋小手一挥，一缕本源落在其掌心之上。肉眼来看，与正常本源没有任何区别，但仔细感应便能发现其中暗藏杀机，不只是毒，还是剧毒。还真是，怎么这所谓名门正派比邪门歪道还恶毒？哪个好人会在本源里面藏毒啊？蛋蛋骂道。一群道貌岸然的东西罢了，相比于邪门歪道，这种披着人皮的恶毒之人才是真的歹毒。楚风再度骂道。邪门歪道，
可以一眼识别，但道貌岸然，却难以分辨。最先接触的拓跋一剑与拓跋天巡，给楚风留下的印象不错。哪怕后面天剑残花提出那种要求，可楚风对他们的印象也不差。尤其遇到天剑清渊，发现那等人物竟能言出必行，更使楚风心生敬意。后面天剑圣宫公主率人救场，击退夏侯爵，则是让楚风对天剑圣宫之人再添好感。可表现出来的好，终究只是表面。在得知天剑清渊死后，天剑圣宫的人便立刻变了脸，且给了楚风沉重的一刀。这不是突如其来的变故，他们的恶早有酝酿，只是因为天剑清渊的存在，他们之前不敢。从灵神一族的力量，天剑圣宫无人拒绝，楚风便知道他们都该死。楚风，你觉得天剑清渊真的死了吗？那你奶奶岂不是找不到了？淡淡问。在楚风与淡淡交谈期间，灵神一族的人也有与楚风交谈，因此他们才知道天剑圣宫的突然变脸源自于天剑清渊的死亡。我不清楚，其实我感应不到我奶奶了。楚风道。啊！闻言，淡淡脸色大变。天剑清渊的生死他无所谓，可楚风的奶奶，淡淡则极为在意。无碍，虽然起初我也很担心，但我觉得我奶奶应该不会有事。楚风道。他说的是实话。之前帮仙喵喵催动辅助阵法，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楚风察觉到其奶奶的联系消失，而慌了神。但后来楚风却又没那么担心了，是直觉，强烈的直觉告诉他，他奶奶没事。而楚风现在也只能相信这种直觉，也可以说是相信他奶奶的实力。毕竟无用的担心没有任何意义。楚风，奶奶很强，肯定不会有事的。淡淡道。楚风点了点头。本女王，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淡淡又道。什么好消息？楚风问。虽然天剑圣宫很阴，不过遇到了本女王，算他们倒霉。淡淡笑道。淡淡，你能炼化？楚风问。能，就是耗费的时间久一些，但无碍，反正本女王也没事，慢慢练。淡淡道。能练便好。楚风道。这算是好消息，可楚风却根本笑不出来，因为灵神一族的状况很糟糕，哪怕夺回了这些力量，可楚风知道想让他们恢复也很难。这就像是凡人被斩断了胳膊，就算遇到了神医，能将胳膊接回去，这已是万幸，但想恢复如初，那是绝不可能的，甚至可能那只胳膊从今以后便只是摆设。而楚风现在面临的情况便大致如此，这被剥夺的力量想完美的融合回去，很难，非常难。楚风。很快，熟悉的声音响起，天际之上一艘艘浮空战船出现，是小鱼儿等大队人马赶了回来。大哥哥，你怎么样？小鱼儿最先来到楚风近前，眼见楚风在催动阵法，是在医治灵神一族，他也没不敢靠得太近，但那双美眸之中却满对楚风的担心，哪怕楚风看起来并无大碍。别担心，我没事。楚风道。不只是小鱼儿，大家都在观察楚风，发现楚风看起来确实无碍。虽然感觉不可思议，但却也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毕竟相比于现在的安然无恙，刚刚发生的才是真的惊为天人。我操！兄弟，你太牛了吧！我们都看到了，你简直不像人啊！那天剑圣宫居然那么强，他奶奶的，那19个老太婆比这个世界都高，但被你一击就给斩碎了。相比于小鱼儿，眼中只有楚风的安慰，王强则是松弛得多，他张着大嘴，手舞足蹈地夸赞起来，似乎还沉浸在刚刚那惊人的一幕中。至于其他人，看楚风的眼神也都变了，不是生疏了，而是亲眼见到那一幕，他们对楚风都肃然起敬。明明之前对楚风的判断已是很高，可直到刚刚才发现，他们还是低估了楚风的能量。